然后我是做这个，原来是做这个抗逆分子生物学的啊，然后在东林的时候是做研学破，现在来到东农园艺学院，然后呢研究材料主要换成了园林植物，啊，然后我拿我做的3个研究吧来给大家介绍一下，然后还有一个哈，这个是我15年时其实就想做一个事儿，就是低温和钙。那阵儿我看到那个丛康院士那个文章哈，他就是做水稻的钙，发现一冷下，然后那个钙哈，你看他做的图就很漂亮，确实是 SEAL 的文章哈，那不一样的哈。你看他这个做的非常漂亮哈，这不是我的啊，这个完他又做什么膜片钳哈，这个膜内外的这个电压式什么的哈。最后他提出一个假设，那是18年，中国农大对他发的文章写的综述，给画的模式图。他说啥意思？就是纸膜上有个扣的腕啊，植物一冷，这扣的腕会让这个植物往这个瞬间吸收一个钠，瞬间吸收一个钙，是吧？这钙其实是啥呀？是第二信使，钙会告诉下面一些基因，抗逆基因快点表达，然后去抵御寒冷，是吧？这个钙其实正常做钙定量非常难的，以前用工具胶哈加钙探针，然后测这个浓度，是吧？这个很难定量的，所以而且它还有个难处就是啥？这个钙作为信号是一瞬间，有可能就1秒或0.几秒。你要是做一个说2个时间下的钙的离子死的东西是不行的。你像我们钠钾，是吧？是可以做这个原子吸收的，直接把这个材料处理死了，完了做一个这个离子含量。所以这个钙是你测不了。你说0.1秒你咋取样啊？啊，没能取，那可能就过去了。所以他就用这个技术来得出，说这个扣的腕在纸膜上哈，一冷完，它要告诉钙作为信号，完告诉下游基因。所以那阵我做，我是意外哈，我找到一个跟他这个途径里的一个相关的，也是个纸膜的东西，我就感觉好像跟他那扣的腕有点像，啊，那阵我就往下也做了一点啊，我发现我这东西也是纸膜的，完了转基因呢也提高抗寒性，是吧？所以我也是哈，因为这个定位嘛就在纸膜上，也在根里头哈。这个哪儿都是纸膜，所以我也用这个技术测了一下，然后我也测出这个数据哈。我正在这个常温下测，突然间我加进冰水，是吧？别的啥也没改，我把那个溶液测成换成冰了，就0度。所以说白了，我瞬间给它一个低温处理，然后呢，它出现了一个钙的内流，就是这个红色的。然后也是哈，就跟我之前的推测比较像，所以适当的解释一下，就是，哎，这个纸膜上的东西可能类似于扣的腕，起到了一个间接影响钙转运的一个东西，就是。如果您也想将您的 NMT 心得体会、成果专利，甚至您与 NMT 之间爱恨情仇故事，向全国研究者分享，欢迎联系中关村 NMT 联盟010-8262-4800，或发送邮件到我们的邮箱。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